自东汉末年开始，秩序大解体这一关键词就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。具体到五胡十六国期间，秩序解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胡人政权的方生方死。左传有言：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”西晋末年第一个跳出来称帝的匈奴人，他们的帝国前后一共存续了25年就被灭掉。而灭掉匈奴人的羯胡人，他们建立的后赵政权也却只是多扛了几年，一共存在了33年就土崩瓦解了。今天要讲的故事，就是在后赵残酷剥削镇压之下，各方面力量终于忍无可忍，群起而攻之，乱拳打死老羯人的故事。后赵天王石虎有13个儿子，但是这些儿子却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老大10岁意图造反，已经在上一集被石虎砍成肉块，26人扔到一口棺材里埋了。石虎还有一个很喜欢的儿子石涛，结果却被另一个儿子石宣残忍地杀害了。当然，这个杀兄弟的石宣也在上一期被石虎抽舌挖眼，剖腹焚烧之后把骨灰给扬了。儿子们一个两个都是这样的德行，让石虎这个老畜生终于意识到，难道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吗？他开大会的时候颇为直率地问朝臣们说，难道我真的是一肚子坏水？所以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一个一个都是凶子，年纪一过20就想着杀亲爹。我真想吞下去几斤石灰，好好洗一洗我的肚子，把肚子里的秽恶洗干净。不过尽管已经折损了3个儿子，但是帝国还是得有国储，石虎还是得再立一个太子。于是对任何一个朝代以及任何一位衰老的君王而言，围绕立太子而产生的党争问题就此不可规避，逃无可逃的在后赵朝堂爆发了。关于新太子人选的问题，朝臣们的基本意见是：燕公石斌有武略，军事上是一把好手；彭城公石尊有文德，是治理国家的好苗子。天王您已经老了，但是四海尚未归一，建议要么选能打的石斌，在未来推进一统天下的事业，要么选石尊，好好梳理一下内政，巩固帝国的内在实力。大臣们的意见基本上是靠谱的。石虎经过多年的骄奢淫逸，身体已经岌岌可危，眼见着没几年的活头了，应该尽快从靠谱的年长的儿子中挑出一个，尽快让他进入接班序列。但是石虎却不愿意，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，他害怕那些成年的有实力的儿子一旦被列为太子，就会像10岁石宣一样吵吵着要杀了自己。立储大事不能犹豫，一犹豫就免不了让人动了念头。荣少将军张柴敏锐地把握了石虎的小心思，并开始行动了起来。他把石虎对太子的困扰进行了理论包装，并给石虎建议说，大王的前2个太子10岁石宣之所以天天作恶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母亲都出身低微，这样的人生出来的孩子都自带祸乱属性。因此我建议，如果大王再立储君，一定得找一个母亲比较尊贵的孩子，母贵则子贤，这样就不会有弑君之事了。石虎听了恍然大悟，激动地直拍大腿，给张柴说，爱卿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我已经知道该立谁了。公元348年10月，后赵朝廷立石氏为世子，其母刘昭仪为皇后，正式确立接班人。然而这个石氏只有10岁。石虎给出的官方解释是，首先这孩子的母亲出身尊贵，其次吧，我的孩子年纪一大就想杀我，如今石氏只有10岁，等他长到20，我早就死了，也就不用担心被他杀了。就这样，在张柴的鼓动之下，石虎草率地将幼子确立为接班人，一个主少国疑的巨大矛盾就此埋下。石虎实在是病得太厉害了，为了给朝臣和后代们明定秩序，也为了给自己冲冲喜，石虎在永和5年公元349年的正月正式即皇帝位。想当年石虎刚篡位的时候，大臣们劝他称帝，他以自己不是中原人而驳斥，摒弃皇帝称号，非要自称为天王。后来又有专家学者建议以儒学为国学的时候，他又以自己不是汉人，学不会儒学，故意以佛教为国教。如今在意识形态上反汉反了一辈子的石虎，终于意识到，在这片土地上还是那些早已存在的观念，诸如天人感应、务实好学、中庸之法等才是长久之道。虽然石虎称帝了，承认了中原的规矩，但是他的畜生本质并没有改变。登基的时候，石虎下令天下大赦，但是唯独把因当年的旧太子石宣谋反而发配边疆的太子魏树军10多万人排除在外。这10万士兵还是得发配到边疆为奴，
天下大赦，唯独不赦免他们就罢了，沿途各地的长官还对这伙人打上了主意。雍州刺史张茂以安检为名义，公然抢劫搜刮他们随身携带的物资，还把这支队伍马匹以集中管理的名义全部掠夺，甚至还抓了他们充当免费的苦力，让他们用手推车运粮，用完了再把他们发配上路，转给下一站。后赵无所不在的残酷剥削，终于让这些曾经骄傲的皇家卫戍军受不了了，他们振臂一呼，就地造反。梁独原来是这支卫戍军的都督，本身就是高级将领，在他的带领下，这支部队连续攻占雍州附近的多座城池，在当地造成了很大震动。能给太子当卫戍部队的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士兵，他们个个高大魁梧，善于骑射，军事素质极高，被称为高丽。即便没有武器，但只要能从老百姓家里找到一把斧子，再拴上一个木棍，就可以打出长矛的威力。高丽军本身极为突出的作战能力，以及被压抑多年的民间的怒火，一并在此时爆发了。高丽军一路向东，从雍州到长安，再到洛阳，想要打回河北老家，一路上势如破竹。后赵的安西将军刘宁率军拦截，在安定被梁独打败。镇守长安的后赵乐平王石苞率领精锐前去作战，试图把高丽军围堵在潼关，结果又败。不得已，石虎调动汉人大将李农，命他全权负责围剿之事，率领中央禁军10多万前去作战。结果李农一战在新安大败，再战又在洛阳大败。眼见着高丽军已经到达黄河，即将有渡河北上的架势，国家军队又节节败退，石虎终于放手一搏，调集其他民族武装入场平叛。349年3月，石虎任命儿子燕王石斌为总司令，调集羌人姚义仲所部、氐人胡弘所部，连同已有的后赵军事力量共同发兵。其他胡人部落带资入场，效果是好的。胡弘、姚义仲等人只用了1个多月，就将梁独起义军消灭，声势浩大的起义就这样在联合绞杀下破产了。然而后赵诸臣先别急着笑，因为石虎本人已经快要死了。羌人首领姚义仲出发平定梁独之前，先去了一趟皇宫。毕竟这大半年以来，石虎又是把旧太子挖眼剖腹，又是立一个乳臭未干的新太子，又是在称帝后仅2个月就被梁独起义打得找不着北。眼前这个情况，谁也不能保证石虎还是清醒的，甚至不能保证石虎是不是还活着。因此姚义仲必须亲眼见到石虎，得到石虎的当面首肯之后才能行动。姚义仲杀气腾腾地带着8000余人到邺城，要求面见皇帝。注意8000人这个数字，这绝不是简单的来开会，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。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点，蒲洪、姚义仲没有一个是良善之辈，到底是做大赵的忠臣，还是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，他俩心里都是有盘算的。石虎以病重为由拒绝接见，只是让人给姚义仲安排了接待晚宴。姚义仲心里非常嘀咕，石虎到底死了没有？因此怒斥使者说：“主上让我受命击贼，我来要的是主上的面授机宜，难道是要你这一顿破饭吗？主上不见我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？”姚义仲如此赤裸裸地问出皇帝是否还在人世这个问题，无疑让后赵中央一惊。石虎为了安抚众人之心，强撑着召见了姚义仲。姚义仲一看石虎还在，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不过本着都是胡人豪帅的立场，他也给石虎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，算是他在石虎临终前的告别了。他说：“你儿子让你杀了，所以内心愁苦吧？病倒了吧？孩子小的时候你不好好教育，等他们长大了做了恶，你一杀了之，还不都是你造成了？你有什么可愁的？还有一点，你刚立的那个太子年纪太小了，你要是就此一病不起，没法扶着这个孩子上道，那将来必定天下大乱，这才是最要命的。梁独造反什么的不用慌，梁独他们闹事儿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纲领，心里想的就是回家，再加上他们一路只破坏不生产，行径残暴，成不了大气候，你就等着老羌我为你一举平定贼寇吧。”石虎听了姚义仲的话，内心还是很感动的，赠了姚义仲一匹骏马。而姚义仲此时此刻见到垂垂老矣的石虎，有没有生出割据之心，我不好说。毕竟接下来围剿梁独，姚义仲、蒲洪也都还是尽心尽力。然而外部的敌人能见到，内部的阴谋家就难防了。比如那个撺掇立10岁的石氏为太子的那个张柴，又悄悄动了起来。因此小杜有必要在这里像倒豆子一样给即将出场的人物来个剧透。梁独起义刚刚平定，4月石虎自知病情已经无力回天了，便开始安排后事，任命儿子彭城王石尊为大将军，统领军务，
镇守关右，燕王石斌为丞相、录尚书事，统领政务，任命张柴为镇卫大将军、领军将军、吏部尚书，稳定禁军和首都，保证中央朝廷。石遵、石斌、张柴三人也被明确为下一任的辅政大臣。然而，明面上的安排似乎条分缕析，但实际上的后赵却被各种崛起的势力疯狂瓜分。因为梁奴起义被平定，羌人敌人因平叛有功而飞速崛起，姚懿仲都已经解锁剑履上殿、入朝不趋两件套了，而蒲洪更是直接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、都督雍、秦、诸州诸军事。蒲洪这配置放到八王之乱，早就可以起兵闹事了。这还没完，在中央明面上的权臣张柴已经悄悄联合了太子的母亲刘皇后，准备给石虎的其他儿子来个断子绝孙。而在张柴之下，禁卫军高级军官石敏又联合了汉人大员李农，准备在张柴搞事情的时候搞点事情。此外，在四方除了第一人羌人隐隐有割据之势以外，3位顾命大臣的2位，镇守幽州的石斌和镇守关中的石遵，还都手握大军。他们会老老实实听命中央朝廷吗？或者说他们会服从张柴吗？之所以在这儿先剧透一点未来后赵的走势，是因为接下来的故事极端复杂，上场之人物非常多，粉墨亮相又仓皇退场的频率极高，事情发展忽左忽右，以至于当时摩拳擦掌试图趁着北方大乱而吃一块肉的东晋桓温、殷浩、楚侯等大臣都不得不感慨，当今北方的局势乱至如此，非大英雄大豪杰不能定也。石虎安排后事做遗诏的时候，3位顾命大臣只有张柴一个人在邺城首都。衰老的皇帝、焦灼的战事、遥远的藩王以及张柴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，这些都加强了他的信心。他要先下手为强。张柴推举的那个新太子石氏，时年只有10岁。若只有张柴是顾命大臣也就算了，如今主上竟然让2位手握兵权的藩王石遵、石斌也辅政，那万一他俩联起手来对付石氏怎么办？这就让石氏的生母刘皇后非常紧张。刘皇后跟张柴密谋后，决定先打石斌。这个刘皇后是前赵皇帝刘耀的小女儿。15年前，石虎受石勒的命令，对前赵政权开展斩草除根的行动。战争胜利时，石虎俘虏了年仅12岁的刘皇后，此后便留在了身边。由于是匈奴皇帝的女儿，因此她的高贵身份也成了石氏上位的依据。只是她知道，身份尊贵在这世道没什么用。同样的道理，张柴更知道。30年前，西晋先乱于八王，后乱于永嘉，分崩离析的世道让张柴落草为寇，成为一伙人的土匪头子。先依附于西晋镇北将军王浚，后依附于后赵皇帝石勒。如今30年的时光一晃而过，自己距离最核心的权力只剩一步之遥，又怎么能忍得住呢？但他们的对手燕王石斌却没有相应的警惕。石斌跟他的出生爹一样酷爱打猎。当接到张柴派来使者送文书的时候，他正在襄国。诏书上说，父亲石虎的病情已经好转，如果自己想打猎，最好是在野外停留一段时间，不要太大张旗鼓的让人看到。石斌一听非常开心，只是不知道他开心的是父亲病情好转，还是自己可以打猎了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就带着自己的打猎队在野外纵情欢乐。很快，另外一封诏书又来了，命他赶紧去首都报道。石斌一到首都，就遭遇了石虎派来的使者的严厉批评，说他只知道自己游猎，毫无仁孝之心，下令就地免官员，并派遣了一支500人的龙腾军将他看押起来。当然，我们知道，所谓的诏书怒斥都是张柴和刘皇后做的局。另外一边，跟石斌一起来到首都的还有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石遵。石遵是按照惯例来朝拜，但当他从幽州风尘仆仆地赶来的时候，张柴内心极度恐惧。为了防止石遵在首都得到什么风声，他矫诏给石遵下令说军务紧急，不要在首都停留，然后就派遣了一支3万人的队伍，号称是归石遵统领，令他马上去前线。石遵就这样模模糊糊的按照所谓的朝廷的指示，匆忙间上路了。石遵刚走没多久，我们的主人公石虎老先生就醒了。由于遗诏已经做成了许久，因此他便询问左右的人，顾命大臣之一的石遵到首都了吗？左右的侍卫回答石虎说，彭城王石遵已经走了很久了。按照史书的记载，石虎听完了之后，只是悠悠地说了一句，没见到彭城王，真是遗憾啊。然而事实上发生了什么，石虎自己猜不到吗？
毕竟15年前自己隔绝内外、控制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时用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手法。自己已经被架空，自己的顾命大臣要么被杀，要么被蒙蔽，已经是铁一样的事实了。当然，石虎还是不甘心的，他想借助自己的巨大的威望翻盘。他命人抬着自己驾临西阁，召集禁卫军中的部分将领前来会面。尽管事发突然，但仍有200多禁军到达，并与石虎会面。石虎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们还有什么请求，快说出来，我还能办点事儿。”禁卫军也都不废话，直接点石虎说：“圣上身体不和，应该马上征召燕王石斌入宫，掌管宿卫和禁军兵马。”另外一些禁军更激进，他们直接说：“就应该让燕王石斌成为皇太子，把石氏给废了。”石虎当然明白大家这话里面的深意，于是他赶紧趁着禁军的话借坡下驴，旋即下达命令说：“燕王不正在大内吗？把他叫过来。”然而说完这话，石虎身边的贴身侍卫马上悄悄附在石虎耳旁，给他解释说：“燕王醉酒，来不了了。”石虎知道这人是别人派来的，想把自己给敷衍过去，只是他觉得眼前还有200多人，还可以殊死一搏，于是他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喝醉了就用我的皇帝御辇把他接来，我要把我的皇位印玺给他。”可见说出要把皇帝印玺给别人的石虎内心深处绝对清楚，那个4个月前确立的小太子石氏以及石氏背后的人肯定有问题。只可惜即便石虎发怒，现场的人听完了之后也没有任何反应。或许有人确实像按照石虎所说想把燕王接过来，也或许他们一动身就被当场杀掉了，但史书上却什么都没有记载。史书只是冷冷地告诉我们，当自己下完命令，而左右的人都一动不动时，石虎急火攻心，当即晕倒了。石虎昏倒了，但是张柴却清醒得很。既然石虎这么中意燕王石斌，那我要做的就是断绝他这个念想。随后张柴一不做二不休，派自己的绝对亲信亲弟弟张雄直接把燕王石斌杀死，然后又矫诏加自己为太保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，配备1100人的直属部队。公元349年4月23日，大出征石虎终于死了。然而石虎的死不仅不是北方浩劫的结束，相反，这正成为一场更大规模的炼狱的开始。张柴带着他10岁的小皇帝登顶天下最高峰之后，首先要做的竟然不是去收拾手握重兵的石氏宗室，反而是对汉人大臣李农打出第一枪。李农、冉闵，出场吧。石虎在位的15年里，除了在内部穷凶极恶剥削民众以外，他还曾经连续发动战争，东南西北无所不战。当然，这些战争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。11年前，公元338年，石虎与辽东的慕容鲜卑部开战。然而，鲜卑的军力可不是一般的强。从八王之乱起，鲜卑人一直是顶级军力的存在，把西晋部队匈奴人、截胡、流民军锤得满头是包。如今，石虎也享受了与前任一样的待遇，讨伐大军7路溃败了6路，只有石闵率领的一支安全撤回。此战让石闵名声大噪，正式进入后赵最高层的事业。石虎对石闵还是了解的。当年石闵的父亲冉瞻是起活军里的一个流浪儿，在一次战斗当中，石勒俘虏了年仅12岁的冉瞻，并交给了石虎抚养，改称石姓，可以算某种程度上石虎的养子。石瞻跟石虎之后一路南征北战，多年以来都是石虎的前锋大将，并在与匈奴刘耀的作战中英勇牺牲。石虎没想到多年之后，石瞻的儿子石闵也爆发出了闪耀的军事光芒，由此石虎就把石闵放在自己身边重点培养了。石闵非常能打，除了能在鲜卑人手下全军以外，在对东晋的作战中，石闵又曾经攻破荆州的防线，在缅因阵斩东晋将军蔡怀。此战与他一同参与作战的还有李农、张柴。李农破缅南，张柴破诸城。这次战斗致使东晋方面损失惨重。相比于来历明确的石闵，李农早年间的事迹大多都见不到了。当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司空级别的高官了，主要工作是联系大和尚佛图澄。第二次出场便是刚才说的与张柴、石闵等人一同南下进攻荆州。第三次出场便是任总指挥平定梁独之乱。结合前因后果来看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冉闵和李农是石虎重点培养的一股力量。不过由于史书的含糊其辞，这哥俩的作用到底是为了保护太子顺利登基，还是在胡人军头之外树立另一股汉人军头，或者是在自己死后保护江山不被颠覆，亦或是单纯的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心腹力量，我们都已经不得而知了。眼前我们能明白的判断，
第一，石敏、李农10余年来受到石虎的高度信任和重视。第二，两人都曾经在部队方面任重要职位，而且都比较能打。第三，相较于石家的王爷，矫诏的张柴更害怕李农、冉闵。第四，俩人此刻就在首都，就在达内，就在张柴的眼皮子底下。张柴恶从胆边生，准备对李农先下手为强。但是大家都是在后赵中央混了10几年的老油条，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李农获悉了。惶恐不安之下，他决定先离开邺城这个是非之地，飞速逃离到广宗，投奔于驻扎在此地的起火军。所谓起火军，是指八王之乱时，有的王爷调动中央军，有的王爷调动边防军，还有的王爷调动胡人入关。这些势力错综复杂，互相攻杀。由于绝大多数军队都是有编制的，他们会随着政权的崛起和消亡而壮大或消失。但只有起火军创建之初的使命就是活下去，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权。他们在八王之乱中被胡人打败，但他们誓死不顺从胡人统治。随后起火军便在漫长的时间里于顺境时揭竿而起，跟胡人对打，在逆境时保存实力，圈地自守，就像如今的广宗一样，仍然还盘踞着上万家人数。当然，这支杂牌中的王牌队伍还会持续斗争下去，甚至在距离八王之乱的100多年后，东晋行将灭亡的前夕，北方地区竟然还有起火军在与胡人对峙。好了，话说回来，张柴准备向李农下手时，李农迅速飞奔到起火军的地盘，并成为了起火军的首领。这一形势变化让张柴手足无措。然而更可怕的是，当初被三言两语打发走的石尊，现在也反应过劲儿来了，正率领狼奔虎突般的大军向邺城奔来。当初张柴为了不让石尊与石虎见面，随便找了个理由，然后配给他3万大军，让他赶紧去关中报道。然而石尊刚走到半路，到达河内郡的时候，听闻石虎去世，旋即意识到不对劲儿，马上停下部队观望消息。恰好在此时，刚刚平定梁独之乱的全明星大军，羌人首领姚一仲、氐人首领蒲洪、后赵征虏将军石敏、安西将军刘宁、武卫将军王鸾等高级将领也到达黄河沿岸。双方会面之后一合计，就知道首都一定有人在作妖，张柴绝对是趁着石虎病重在搞阴谋政变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掉头往邺城进军，9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方进发，由石敏打前锋，眼下已经走到了当阴。这里提示一下，当阴当年八王之乱，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在此展开终极决战。当阴大战极为惨烈，不光是成都王一败涂地，10万大军在阵后只剩下14000余人，而且皇帝司马衷还被射中3箭，以及司马衷在此战中说出了“此机事中血，勿去”的千古悲伤言论。好了，话说回来，尽管本期从一开始就在强调张柴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，然而等到真的事儿上见了，张柴甚至不够真正野心家们的一顿饭。张柴和刘太后一看到石尊率领全明星阵容杀来，直接信心崩溃，旋即把派去围攻李农的部队撤回来，给李农宣布说这是一场误会，然后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给石尊封官加爵，任命石尊为丞相、大司马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加黄金钺9次，增封10邑10郡。然后张柴本人又亲自到郊外迎接石尊大驾光临。当然了，石尊正眼都没瞧一下张柴，随即下令把张柴抓了下狱，在给自己的死鬼老爹石虎祭拜完了之后，就把张柴押到闹市口斩首，家族夷3族。又是架空石虎，又是篡改遗诏的张柴，一顿饭的功夫被干掉了。随后石尊继续加速，先是剿刘太后的诏，宣布石氏年幼，无法承担大任，应该由我石尊当皇帝。然后就是群臣3次劝进，石尊登基称帝，最后再把石氏和刘太后以及相关亲属党羽全部杀了。石氏从登基称帝到被杀一共33天，至此后赵死了一个皇帝一个太后。石尊上位的速度不可谓不快，不过朋友们还是提前习惯一下，因为后赵崩溃的速度即将再次加速了。从导致西晋崩溃的八王之乱开始，往后的100年里，各个政权方生方死的原因，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也好，还是社会物质财富高度分化也好，或是意识主流形态乏力也好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凭啥是你当皇帝？因此在石尊上位之后，他的兄弟镇守在继承的石冲旋即表示不服，理由是那石氏好歹也是先帝石虎曾经钦定的太子，正统皇帝接班人，你凭啥说杀就杀？
随后，石冲传檄京津冀，聚众10万，以讨伐逆贼的名义向首都进发。石遵获悉消息之后，相当重视，并派遣自己党羽中最能打的石敏去对抗。石敏和李农这对老搭档再次出发，带着皇帝石遵赐给他们俩的黄金钺、黄金正以及10万大军。此战再次展示了石敏、李农的军事才能。石敏一战定乾坤，活捉石冲。随后，石遵下令将弟子石冲赐死，并把石冲的部队3万余人就地活埋。至此，后赵死了一个先帝之子，3万边防军。幽州的石冲虽然被拿下了，但是另外一个关中的石苞也不服，又跳了出来，准备联合关中地区的豪帅武装进京上访。然而局势的变化异常迅速，整个后赵四面冒烟。后赵的扬州刺史王嘉举淮南地区投奔东晋，东晋方面趁势北伐，北伐总司令楚侯挺进淮南。桓温也是异常激动，一遍一遍地请示朝廷，说现在是北伐的千载良机。与此同时，又把自己前线指挥部移驻到了安陆，准备随时北上。当然了，朝廷还是一如既往的防备桓温，一遍一遍的不许他轻举妄动。鲜卑慕容部搜刮干净家底，集结20万大军，陈兵于后赵的边境，随时准备南下。这次打前锋的是慕容霸，当然这个慕容霸会在未来改名，改成我们熟知的那个战神慕容垂。最后，关中地区的大族也都不愿意跟着石苞混，并联系了东晋的凉州刺史司马勋。司马勋也趁势进军，东晋军队长驱直入，最近处只距离旧都长安200里。石苞内外困扰之下，暂时放弃了进京上访的想法，开始全力应对来自东晋司马勋方面的压力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皇帝石遵就可以喘口气了，因为他的好党羽、得力助手、后赵最能打的人之一石敏闹不愉快了。当初石遵刚遇到平定梁独大军的时候，就对石敏许下了承诺。当然了，这承诺看起来跟段子一样。他给石敏说，努力，如果大事可成，就由你来当这个太子。石敏听了当然高兴，卖力气的干活，又是打前锋挺进邺城抓张柴，又是任总司令深入北境打石冲。结果忙活了一通，回头一看，皇帝石遵还是把太子之位给了自己的儿子石衍。石敏回来之后，那叫一个恨呀，当下就有干掉石遵的打算，并且此人的风格就是说干就干，绝不犹豫。他马上开始联络禁军中的中下级军官，准备时机成熟了就政变。关于石敏的动静，皇帝石遵也发现了一些端倪，他叫上自己的弟弟石建一起到太后那儿开会，主要议题就是石敏现在动静异常，得提前下手干掉他。如此重大的事情，作为皇帝，石遵本应该乾坤独断，跟别人商量本来就犯了大忌。更可怕的是，郑樱桃郑太后竟然反对动石敏，理由是当初要不是急奴，你哪能坐上这皇位？然而最可怕的是，石遵听了太后的话，竟然把这事儿不了了之了。这可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，不是今天晚上吃什么菜喝什么汤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石遵一时大意，就给了别有用心的人以机会。在五胡十六国，背刺者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。从郑樱桃那里开完会出来之后，跟着皇帝石遵一同开会的好哥哥石建，看到皇帝没什么勇气除掉石敏，于是生出了除掉皇帝的勇气。他派人秘密联系石敏，将皇帝意图动手的消息传了过去，并与石敏结成联盟。两人又一拍即合，旋即于当天晚些时候发动政变。禁军中的几个军官只率领了甲士30余人，闯入如意关，就将皇帝石遵逮捕了。石遵此时正在与人玩弹棋，有可能是当年魏文帝曹丕喜欢玩的那种弹棋。看到士兵气势汹汹的前来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于是平静地问道：“是谁组织的造反？”士兵回答说：“益阳王石建应当君临天下。”石遵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看向远方，说道：“我尚且如此，石建就算上位了，又能得意到几时呢？”随后，石敏和石建将所谓的皇帝石遵、太子石衍、太后郑樱桃、上光禄大夫、中书令、左卫将军等聚在一块儿，又是经典的一并诛杀。石遵前后在位183年，石建政变成功，登基称帝。至此，后赵又死了一个皇帝，又立了一个皇帝。局势的裂变还在加速，先帝石虎的子嗣以远超八王之乱和匈奴晋准之乱的速度被废被杀。身处后赵首都的人，连同新皇帝石建在内，都有一种巨大的恐慌感和焦虑感，都意识到局势在逐渐走向失控。石建意识到石敏能把自己扶上位，也能把自己搞垮，就像搞掉上一个皇帝石遵那样。因此，石建上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过头来对石敏开刀。而且，石敏和李农尴尬的身份，致使后赵朝堂不得不去面对另外一重矛盾：
胡汉矛盾。石敏无论怎么说，他都是汉人，他会在不久之后改回自己原来的姓氏，叫冉闵。而李农就更不用说了，屹立于朝堂10多年而不倒的汉人大员，并且由于复杂的局势，他已经一路上爬到了大司马的位置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后赵立国以来第一个汉人大司马，能掌控天下兵马的汉人大司马。此时摆在后赵君臣面前的冉闵，哦不，这时候还叫石闵，就像一杯毒药，杀了他，恐怕未来确实会天下大乱。但是不杀他，我们可能活不到明天早上。而且对石闵、李农敌意极大的羯人，可不止皇帝石建一个，禁军里面、地方都督里面、中央官员里面都有强烈的杀石闵的欲望。很快，新皇帝石建再也坐不住了，残酷的内斗再次上演。他秘密安排乐平王石苞率领一部分中央官员带兵夜袭石闵、李农的办公室，试图一击绝杀。只不过冉闵、李农两人虽然猝不及防，但拼死抵抗之下，还是侥幸将这伙人击退了。皇帝石建一击不成，又害怕石闵、李农发现什么端倪，于是反手把自己派出来的乐平王石苞和那些中属官员全部处死，然后给石闵、李农送去，宣称是这几个人造反，已经被我杀了，爱卿不要放在心上。这边是明明想杀自己，但却装作无事发生的皇帝。另外一边，坐镇地方的藩王石之又跳了出来，在襄国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。石之传习各胡人部落，说皇帝身边有乱臣贼子，石闵是一个，李农是一个，然后就联合羌人姚一仲、狄人蒲洪等人的军事力量，共同起兵向邺城首都杀来。石闵、李农仓皇间只能派遣7万大军前去迎战。然而这边的战事还没什么进展，第3波针对石闵、李农的正面暗杀又到来了。后赵中央禁军将领中领军石成、侍中石启、前河东太守石辉、易水的石家人联合起来，试图在皇宫里直接对石闵展开致命一击。好在石闵再次料敌于先，提前出手，粉碎了这一股阴谋。局势走到今天，石闵也明白了，现今谁都停不下来了。很快，第4波针对石闵和李农的刺杀又来了。前几批针对石闵、李农的人可以分别概括为皇帝、藩王和禁军。那么第4波来袭者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截胡勇士。龙骧将军孙福都致敬了一把司马师，秘密纠结了3000多截胡勇士，埋伏在某处，准备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直接乱刀砍死石闵、李农。孙福都在起事之前，先是强行闯入了皇帝邢台，要求皇帝石建能亲临一线，鼓舞士气，号召大家杀贼。石建此时还是颇为感动的，他给孙福都说：“你们都是忠臣良将，只管杀贼就行，我会在阁楼上看着你们。”随后，孙福都便带着人冲向石闵、李农所在之处。这场发生在皇宫内的战斗异常激烈，双方各带领几千人，在逼仄的皇宫里反复拉锯。石闵、李农等人为了杀敌，一度将皇宫城门扒开，贴身血战。阵亡的尸体横七竖八，铺满了皇宫内的大小街道。战斗截止到尾声时，仍然是石闵、李农胜利了。眼见如此，皇帝石建像前几天卖掉石苞一样，再次卖队友，装模作样派人给石闵传言说：“孙福都等人谋反，你快带人消灭他。”短短1个月内，石闵、李农等人已经遭遇了4次有计划、有规模的政变。眼下这种状况，想都不用想，只要石闵不死，那么还会有其他人继续发动袭击。石闵是骑虎难下也好，是逼上梁山也好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能坐以待毙了。随后，石闵走了2步棋，彻底拉爆了后赵所有埋藏的地雷。第一步是把皇帝石建幽禁起来，禁止任何人接近，甚至石建吃饭都是用绳子吊着送下去。冉闵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有人联系皇帝，再次借所谓的亡命针对自己发动袭击。而石闵的另外一步就是颁布了一道诏书，这便是杀胡令的第1令，解除胡人武装令。石闵宣布，如今首都情况紧急，为安全起见，内外6夷胡人一律不得配备武器，凡是胆敢拿兵器的，就地斩首。后赵已经建国30余年了，而邺城也就早已成了以羯族为代表的6夷杂胡贵族们的聚居区。石闵公然宣布胡人不得配备武器，这其中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消除潜在的隐患，还是准备把胡人按在桌上放血？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深思了。所有胡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邺城要出事儿。于是邺城大乱，胡人纷纷携家带口外逃，有的翻墙而出，有的冲破城门，还有的直接杀了守备外逃。整个邺城瞬间陷入到巨大的集体恐慌中，首都的骚乱程度已经无法控制。
胡汉矛盾终极大爆发。虽然石敏不能算是罪魁祸首，但眼前的他也确实无力扭转。眼看城里骚乱如此严重，石敏又颁布第二道法令，可以称得上是杀胡令的第二阶段，叫做与官家同心者留在邺城，确保安全无虞；与官家不同心者可以任意走留，绝不阻拦。到这法令一出，城中的恐慌再度升级，胡人们纷纷猜想，这是准备干啥呀？给我化成分，回头反攻倒算啊！因此，第二道禁令出台之后毫无效果，不仅没能平息人们的恐慌，反而因为城门大开，城中的胡人像潮水一样疯狂往外出逃，而方圆数百里之内的汉人，则是认定了石敏这个领袖，反方向的疯狂向邺城涌入。到了此时，石敏似乎终于明白，胡人宁肯外逃，也绝不会为我所用。或许是心灰意懒，也或许是怒火攻心，也有可能是紧急避险。石敏又颁发了第3道禁令，这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杀胡令。石敏宣布，内外召人，凡是能斩一个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的，文官禁卫3等，武官拜衙门将军，并且这一禁令不仅适用于邺城，相反，石敏将它传送到了全国各个地方和各大军区，并且自己亲自上阵带头杀人，胡人不分男女老少，一律斩首。在这样疯狂的氛围之下，邺城一日被斩首者数万人，全国范围内死者高达20万人。四方军阵当中，士兵长相凡是高鼻多须者，一律捕杀。无头的尸体随意丢弃在城外，堆积如山，吸引豺狼野狗前来，一同加入疯狂。冉闵杀胡令一出，后赵彻底崩盘。还没被杀的胡人和高级干部们，有的逃奔襄国，有的逃奔幽州，有的据守府口，有的据守石渎，还有的逃往黎阳、桑壁、阳城、混桥、坊头、洛阳。整个后赵帝国疏忽之间彻底沦为废土。而此时距离石虎去世仅仅过去了8个月。如何评价杀胡令呢？争议实在是太大了，只能说在客观上，杀胡令以及其残暴的方式强势推翻了截胡的凶残统治，强势终止了中原地区胡化的进程，教训极大的使未来的政治家高度重视起民族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，可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。但是还是要强调一句，杀胡令的方式方法太残暴了，而且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被滥杀的无辜者。本期的最后说一下时事的结局吧。杀胡令引发滔天巨浪之后，各方面力量要么原地割据，要么投奔他国。后赵政权事实上已经彻底崩溃。2个月后，后赵的皇帝，那个被幽禁起来只能用绳子吊着送饭的石建，还在试图联合部分力量刺杀石敏。石敏再次粉碎了这一密谋。此刻的他已经失去了全部的耐心，旋即令人将皇帝石建杀死。石建一共在位103天。随后，石敏又将石虎的子孙一共38人聚在一块儿，全部诛杀。到此为止，石虎的子孙凡是在邺城的全部死光。历史的车轮在公元350年前后迅速地转了一个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华夏将进入到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。南方的东晋出了一个真性情大丈夫的桓温，浑身是梗不说，3次北伐尽显英雄本色。而在北方，丝毫不客气的冉闵直接登基称帝，建立了冉魏政权。慕容鲜卑部则是迎来了群星闪耀的时代，古之遗爱慕容恪、战神慕容垂已经进入中原。而再一次统一北方大地的前秦苻坚大帝，此时只有13岁，他正跟着自己的伯父苻建赶往关中，赶往下一个时代的风云战场。当然，那就是后面的故事了。